堂堂电梯战神一觉醒来，竟然被扔在了马路上，扔到的人还是个穿着小短裙的女人。很明显，女人是来杀战神的。但战神是谁呀？小浴袍身上一穿，武士刀腰中一别，对着女人就是一阵挑衅：“你过来呀！”女人也没再怕的，一柄短斧手上拿，短裙撕开一个大叉，顿时两人厮打在了一起。不过战神就是战神呐，武力值自然是爆棚的。女人很快就支撑不住，负伤蹲在了地上。女人见状不妙，立刻提出换个兵器。战神也很大度，随便你换。此时的战神燃起了熊熊战意，他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进行一场对决了。然而就在战神无比嘚瑟时，미안. 마트 문 닫을 시간이라. 就这样，一代电梯战神被女人偷袭而死。不仅如此，第二天还上了韩国的早间新闻，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而女人一脸的气定神闲，甚至还抽空去参加了女儿的家长会。要问女人为何如此勇猛，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女人的身份了。女人名叫松姐，从小就是个狠人呐。小时候的松姐被父亲家暴，但因为年小，摆脱不了父亲的控制。谁知这天放学回家，她竟然看到父亲被吊在了房梁上，而她背后走出了一名杀手。谁知松姐完全没在怕的，甚至一脚踹翻了父亲脚下的凳子，亲手杀了父亲。这给杀手看得一愣一愣的。好家伙呀，这姑娘比我还猛啊！不错不错，很适合培养成杀手啊。就这样，松姐跟着杀手走了。谁知杀手后来越做越大，成立了韩国最大的杀手组织 MK， 而松姐就是金牌杀手。从17岁进入组织以来，松姐就以狠辣专业的杀人手法闻名于道上，凡是她接手的任务就没有失手的。不过呢，年近50的松姐确实有点乏了，不是因为身手倒退了，而是因为她的女儿到了青春期，正是叛逆的时候。松姐面对工作和家庭简直是力不从心啊！再加上与公司的合同即将到期，所以松姐决定不再续约，并带着女儿出国定居。毕竟这些年当杀手挣的钱足够他们母女二人花上2辈子了。然而松姐想是这样想，但身为顶级金牌杀手，老板怎么可能轻易放她走呢？更何况经过杀死战神这件事儿，松姐更是公司的活招牌，无数杀手想要进入公司和松姐较量一下，也算是死而无憾了。看着热情的后辈杀手们，松姐很害羞啊，你们的努力也能一样厉害的呀。这时在公司的二把手天蝎姐的怂恿下，众人挑出了一名实力出众的实习生和松姐较量较量。不得不说呀，松姐这些年的杀手可不是白当的呀。너 방금 죽었어. 비명도 못 지르고. 松姐给小弟们露完一手，紧接着去找了老板谈一谈合同的事情。结果老板一听，当即拿出一个任务，并表示只要松姐做完这一单就放她自由。松姐自然很高兴，谁知打开信封一看，这次的目标居然是个未成年人。要知道公司有3项铁规：1. 不杀未成年人； 2. 只能执行公司下达的任务，不能接私活； 3. 一旦接受任务必须全力以赴，不是目标死就是杀手死。而公司就是凭借这3项铁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杀手组织。现如今老板却摆明让松姐破坏规矩，一开始松姐是不愿意的，但老板却表示这孩子只是看着小，其实已经成年了。因为这次任务一旦完成，必定会引人耳目，所以必须由经验老道的杀手来执行。松姐就是最佳人选，而且老板还贴心的给松姐派了一名助手，就是刚才挑战松姐的实习生。由于任务极其简单，就是伪造一个自杀现场，松姐自然也没放在心上。然而正所谓最简单的也最难呐，自杀现场可不是这么容易伪造的呀。友情提示：以下剧情起步10年保底啊，具体量刑多少还得看法院判决。伪造一个自杀现场只需要轻松4步：第一步，填入电箱室，将整栋大厦的电闸搬掉；第二步，将整罐一氧化碳从通风口灌进目标家中，当量达到一定浓度时，目标就会昏迷；第三步，准备好医术，最关键必须要模仿目标的笔记，不然很容易露馅；第四步，拿出小刀割手腕。你看实习生杀手经验就不太多，竟然自己上手去割。金牌杀手松姐立刻阻止了他，并亲自上手示范，并一边讲解：你看啊，这人自杀呀，首先要在刀子上清除感情，心情肯定是紧张的，下手必是犹豫的，伤口一定是来回摩擦的。只要完美完成这些，肯定就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然而就在松姐即将下刀子时，突然她像是灵光一闪，想起了什么，于是拿起桌子上目标的全家照，结果发现这孩子的爸爸居然就是最近竞选市长却被爆出滥用私权给儿子走后门的官员。当松姐再看伪造的遗书内容，里面的内容果然是儿子为了不拖累老爸而选择自杀。松姐看到这里自然彻底明白了，这妥妥的父亲为了前途雇佣杀手杀儿子的狗血剧情啊！松姐是个好杀手，她不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啊！于是向老板表示，目标是个未成年人，如果杀了他，违反公司规定，他这么遵守规则，肯定不能下手啊！结果老板在听到松姐没完成任务时，当即就生气了。只见远在俄罗斯的他，一气之下怒杀了一餐厅的黑手党。好家伙呀，这真是装的一手好逼呀！松姐一看老板生气了，于是为了平息此事，他提出继续和公司续约。老板一听这下高兴了，于是立刻得寸进尺，光续约可不行啊，续多长时间得我说了算。松姐很无奈，谁让他关键
键时刻心软了呢？不过呢，松姐也不是这么容易被人拿捏的。他表示，我没做成的任务，谁都不能继续执行。可偏偏有不长眼的，偏要当出头鸟啊！只见老板的妹妹天蝎姐早就看不惯松姐了，好不容易熬到松姐合同到期，结果他又不走了。天蝎姐很吃醋啊，当即派人将目标推下楼摔死了，并成功伪造成了自杀现场。松姐一看，居然有人挑衅她，当即找到天蝎姐打出了电话：“你个小婊子，你敢挑衅我？小心我练练你啊！”然而此时的天蝎姐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啊，居然公开表示，谁能杀了松姐，谁就能成为金牌杀手，佣金直接翻4倍。面对如此高额的佣金，说实话，这些表面上和松姐关系好的杀手，全都各自打起了小算盘。松姐是谁啊？简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就是杀人吗？他松姐最在行了。这是全韩国最猛的女人，17岁勇猛弑父，47岁单挑5名杀手，可以说没在怕的。几个回合下去，松姐只是受了点轻伤，不过这点伤口对于松姐来说简直就是兴奋剂啊！她甚至拿起刀叉和5名杀手玩起了你扔我躲的游戏。아파요? 얼굴은 건들지 말기. 奈何松姐孤身一人，几个回合下去就被扔在了墙角。生死关头，只见实习生杀手站在了松姐这边，一刀刺伤了壮汉。这下成了2对4了，松姐应付起来简直得心应手啊！电梯战神都死在了我松姐手里，你们这些小喽啰算什么？果然，经过激烈的单方面碾压，松姐和实习生胜出了，这痛快是痛快了。殊不知，这一次松姐的做法直接给老板捅了个大娄子。但谁让老板是个珍惜人才的？他表示，只要松姐愿意继续续约，我就能替你摆平董事会。但松姐并没有感恩戴德，而是让老板带走实习生，让其升职加薪。殊不知，老板是个双面人呐。表面上让松姐放心，我指定好好带实习生。结果松姐刚走，老板一刀就把实习生嘎了。你说这件事啊，你干的悄无声息也就完了。结果呀，被天蝎姐这个碎嘴子知道了。于是天蝎姐为了刺激松姐，将此事告诉了他。面对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实习生，松姐压抑反骨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断。只见她毫不犹豫，仅用一支钢笔就杀死了天蝎姐。这一次，松姐算是正式和公司闹掰。而这妹妹死了，老板岂能放过松姐？于是他立刻约松姐见面。松姐知道这次去见老板肯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果然，两人一见面，表面上客客气气，有说有笑，但内心却已经大战300回合了。而最终两人还是没能忍住，当即大打出手。只见松姐夺过老板手里的刀，回身奋力一挥，硬生生刺在了老板的胸口，顿时老板就倒在了地上。很显然，松姐也没想到老板居然没躲。可谁知奄奄一息的老板悄悄告诉松姐，现在的一切他全程直播给了松姐的女儿。松姐闻言浑身一抖，当即看向了摄像头，果然屏幕那头的女儿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杀人过程。此时的松姐彻底崩溃了，她伪装了10几年的身份，难道就功亏一篑了吗？然而正当松姐担忧女儿会不会接受自己时，殊不知女儿在得知自己老妈是个杀手时，内心别提有多兴奋了。毕竟这么酷的老妈不是谁都有的呀！好家伙，不愧是母女啊！最后呢，想必松姐和女儿一起去了国外，隐姓埋名的过日子去了。影片到此结束。杀死福顺是2023年最新上映的韩国动作片，虽然是网络大电影，但一经上映啊，在海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没想到啊，女性爽片也可以拍得这么带劲，推荐宝们去看一下原片。Goodbye everyone。